虽然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随遇而安，而且是且战且走的，但是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，在抉择的时候，我会去分析，如果这样做或那样做，哪一个会比较符合我的心，然后哪一件事情我会比较开心，当然是往符合自己心意跟开心的方向走。但是这有一个但书，就是符合自己开心跟自己的期望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？就是它会有它的副作用出现，会去思考一下。我会想说，那如果譬如说我这件事情不成功，那我的退路是什么？或是它的副作用会是什么？我承受不承受得了？承受得了的话，就勇敢的负责往前走，因为人生是自己的。我觉得最好的疗愈方式就是回家，然后那个家是有爸爸妈妈、有哥哥、有小狗的那个家，不是我的有房子把我装进去的那个家，是我有家人的家。因为回到那边就充满了安全感，然后看看你的后盾，坚强的后盾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然后你会因此而变勇敢。在就是失去了，就是在外面的工作，或者是遇到的挫折，或是在争取的东西，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。那你有这种安全感的时候，其实你更有力量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走，觉得会很棒。而且父母他们都是比较有人生经验的，他们的心是很宽的，多跟他们聊天，其实我会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好计较，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会继续往前。虽然我自己没有真正当过在职场上上班族这种社会新鲜人，可是我一路以来，不管是自己或是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我的经验是，虽然我不是一个有强大远大抱负的一个人，但是做什么事情小事情我都喜欢开心跟用心的去做。那自己刚刚有分享到，就是比方说我在工作间在片场，这个制片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，可能一天会吃3餐的便当，大家都在吃外食，然后不管是摄影师啊、灯光组的，大家都在吃便当。那其实大家会觉得，如果今天刚上班，可能担任买便当、订饭这个角色是微不足道的，是这么简单，就是不会是算人头，然后打个电话。但如果你可以确认哪些人要吃，哪些人不要吃，不要造成便当的浪费、食物的浪费，再加上3餐有一些很细心的设计的时候，让大家在一天外食，可是3餐吃到的东西都觉得摄取到不同的养分，或是不同风味的便当。其实我觉得那份用心，我每次都放在心里感激着，然后我都会觉得，这位帮我买便当的这个工作人员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大事，因为连这种小事他都可以做得这么棒，这么贴入我心，那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甚至在公司，比方帮大家影印东西或者是分类东西，如果你做的特别有自己的一个逻辑或规划，影印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机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双面影印，或是怎么样资源利用再回收等等很多小细节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都会变成一点一点的经验累积在你身上，就是你的战斗力。所以这种平凡的小事情用心做，那当你遇到一个很有机会的不平凡的时刻的时候，你再用一个很平凡的心、很平常心去做一件不平常的事情，然后把你平常的战斗力喷发出来，那就是你表现的机会了。所以不要轻忽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。人生对，就是一连串的妥协组成的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知道自己在妥协什么，然后理解自己为了什么而妥协，然后这个妥协有没有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，还是这个妥协可以让你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，离你的初衷越来越近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就是出了社会，在很多商业的考量下面，或者是很多种种的因素，当然会跟自己一开始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放宽心，然后还是目标还是要明确，然后往前走，加油。